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黄昏时分，宋烨，白启远叫住了他。如果你上次说的话还算数，我想咱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。宋烨原本以拉开车门的手一顿，又一用力将门利索地关上。昏黄的路灯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宋烨回过头，眼神在昏暗中瞬间深了几分，带着沉沉的压迫感直视着他。齐远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可不能反悔。白启远抿着唇，迎着他的目光，缓慢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虽然话这么说开了，但宋烨没什么实感。要不然现在你请我去你家里坐坐，喝杯茶。白启远面露犹豫，宋烨轻笑摆了摆手，哼，算了，我理解，毕竟你们家还有个正冲刺学业的孩子，我去了肯定会打扰到他。白启远垂下眼睫，轻声解释：玉成今天和同学去游乐场了，晚上也不回来吃饭，如果你想上去就来吧。是吗？宋烨低笑，顺势牵起白启远的手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走吧。客厅，你先坐，我给你泡茶。谢谢。宋烨看了一眼周围，然后坐在沙发的一角。片刻，白启远端着一杯茶走近，弯腰放在宋烨面前的茶几上，刚放下杯子，宋烨突然轻身，长臂一拽，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，稳稳地将他揽入怀中。宋烨克制而沉重的呼吸一声声响在白启远的耳侧，并伴随着宋烨低沉的嗓音：你知道每次你站在我身边，你的一举一动有多缠人吗？说完，宋烨抱他的手臂又收紧了几分。白启远虽没回应，可那份紧张与不自然却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总要迈出这一步的。我能吻你吗？宋烨的声音伴随着抑制不住的喘息。白启远缓缓点了点头。宋烨低头凝视着近在咫尺的薄唇，附了上去。起初只是试探性的轻啄，随即在交缠的呼吸中逐渐失控，变得凶猛而深入。就在宋烨意犹未尽之时，突然觉得自己肩膀一紧，衣服从后边被人狠狠揪住，整个身体被带了起来。宋烨站起来的瞬间，看见了唐玉成的脸，随即自己的左脸吃痛，拳头呼啸而过，将他的头猛地撇向右侧，整个人猝不及防地摔在茶几边缘。宋烨！白启远惊叫出声，眼见唐玉成双目猩红，揪住宋烨的领子就要补上第二拳，却被白启远死死抱住了腰。唐玉成，你疯了吗？放手！宋烨撑着茶几站稳，指尖抹过嘴角溢出的血迹，眼底掠过一丝阴冷。他从容地整理了一下微乱的西装，对着怒火中烧的唐玉成冷笑一声，然后侧头：齐远，你这侄子练过，手劲儿挺大。他挑衅地又看向唐玉成：小子，你打了人还这么大火气，说说看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刚才对齐远叔做了什么？唐玉成咬牙切齿，额角青筋暴起。我做了什么？没必要向你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汇报。宋烨沈笑，眼神轻蔑。再说了，成年人的事你也不懂，不如先学学如何尊重长辈吧。你凭什么亲他？凭什么？宋烨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你看清楚，我和你叔是两情相悦，倒是你，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叔养你照顾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？宋烨，别说了。白启远挡在两人中间，声音颤抖：是这小子先挑事的。我跟齐远叔的关系用不着你在这评头论足。玉成，你也别说了，先回你房间去，我有话和宋烨说。唐玉成盯着白启远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快点回房间。停顿了2秒，唐玉成才带着一身戾气慢慢转身朝房间走去。客厅安静了几秒。这小子下手可够狠的。齐远，你家这孩子确实该管管了，这种性子到社会上是要吃亏的，他也老大不小了，你总不能护他一辈子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先替他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白启远满心愧疚：不是你的错，你道什么歉？我知道现在孩子不好管，你也是一片好心收留他，但这孩子似乎不太懂感恩。宋烨拽了拽西服领子，整理了自己的衣服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应该给你道歉。白启远看着他的脸：你的脸没事，放心吧。宋烨不在意地摆摆手：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过今天给这小子败了兴，改天我请你吃饭，咱们俩的第一次正式约会可不能马虎了。白启远点了点头，随后他把宋烨送到了电梯口。随着电梯门缓缓合上，白启远靠在墙上长舒了一口气，可一想到还在屋里的唐玉成，心头又是一紧。白启远推门进屋时，看见唐玉成正站在客厅中央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明明是他先动了手，犯了错，可白启远却莫名生出一股心虚，
有些不敢与那双眼睛对视。你吃了吗？唐玉成一言不发，只是缓缓摇了摇头，目光如影随形。要不然我给你点个外卖。你明明可以接受男人的感情，为什么要隐瞒？我没跟你说我的性向，是不想因为我的事影响到你。你好好上你的学，书的事书会自己处理的。要不然我给你下点面条。此刻的唐玉成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伤心。他一边庆幸白启远并不排斥同性，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，又一边感到深深的挫败。那个站在他身边的人不是他，而是别人。唐玉成眼尾泛红，下颌骨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。他突然上前，一把扣住白启远的手腕，把他拉了过来。唐玉成的脸清晰地出现在白启远的眼前，他从唐玉成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些他看不懂的东西，或者说他明明读懂了，却选择视而不见。你放开我，疼！白启远挣扎了一下，唐玉成非但没松手，反而长臂一勾，蛮横地揽住白启远的腰，将人狠狠撞进自己怀里。唐玉成的脸更近了，这让白启远一时无措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唐玉成的吻不容分说地落了下来，白启远的大脑瞬间空白，他双手下意识抵在唐玉成的胸口，唐玉成的手臂收得更紧了，两个人贴得严丝合缝，白启远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。唐玉成的吻声色却猛烈，舌头没有章法的硬是闯开他的齿关。白启远的手推搡了几下，但渐渐在缺氧中变得软绵无力。良久，唐玉成才缓缓地移开唇。现在明白我要干什么了吗？你荒唐！白启远浑身发软，声音颤抖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唐玉成，我是你叔，你疯了吗？我叫你叔只是因为我尊重你，不代表你真是我叔。唐玉成再次收紧手臂，仿佛要将怀里的人揉碎。启远，我就想这么叫你。辈分乱不了，我永远都是你叔。如果你非要当叔，我可以继续叫你叔。说着又要吻上去，白启远猛地侧过头，唐玉成的吻擦过他的侧脸落了空。放开我，唐玉成！他的声音冷了下来。唐玉成慢慢地松了手，脸上的失落显而易见。他可以叫你启远，他可以抱你吻你，我却不行。你告诉我实话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？我接受了他的追求。哦，是吗？也是，我有什么立场不让他追求自己的幸福？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他，而那个宋义不一样。白启远看到了他的失落和颓废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不能成为他路上的绊脚石，绝对不行。现在的绝情是为了他好。这句话多多少少也安慰到了白启远自己。经过昨天这一折腾，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有点紧张。唐玉成几次主动跟白启远说话，但他总能用简洁的一两个字结束对话。你以前不是说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吗？为什么现在只有我在说，你却什么都不肯说？玉成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，等你考上大学，男朋友女朋友随你找。我知道在你心中你依然把我当成孩子，但我的感情不应该因为我的年纪而被轻视。我不会找别人的，我只要你。你的这份感情我没办法回应你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已经开始和宋义交往了。唐玉成立在原地，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下去。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开学前最后几天的补习，中午大家刚吃完饭，客厅空气里弥漫着饭后淡淡的倦意。陈野推开阳台的门。方卓，你在干嘛呢？方卓正摘下一颗小西红柿往嘴里送，被抓包后有些心虚地鼓着腮帮子。陈野走过来，眉头微挑。刚吃饭你可吃了不少，现在还能吃下去？我就是喜欢吃嘛，这味道真的很甜，你也尝一个。方卓顺手又摘了一颗递了过去。陈野垂眸看着伸到面前的那只手，在方卓白皙细腻的皮肤映衬下，那颗西红柿显得格外红润可爱。你再伸过来一点。陈野低声说。方卓没多想，直接递到了陈野眼底。陈野神色从容地探过头，却没伸手去接，而是直接用嘴衔住了方卓指尖的西红柿。指尖触碰到对方柔软的唇，一道细小的电流穿过，方卓惊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猛地缩回手。你干嘛啊，陈野？你为什么要用嘴接啊？陈野喉结滑动，咽下那颗甜美的果实。用嘴接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表情无辜，反倒显得是方卓事儿多。不跟你说了，哼。方卓涨红了脸，
转身快步来到客厅，把自己埋进沙发里。陈野不紧不慢地跟了过去，气定神闲地挨着他坐下，